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古今中外，声音的疗愈功能都曾被记载。以中国为例，有道家的六字诀、佛家的观音法，以及《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与五阴的对位疗法。而在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音乐与医药之神。某些治疗的神殿将音乐当成主要的工具，来让身体与心灵达成和谐。当然，并不是说每一种声音都可以治病。相反，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破坏我们健康的声音，比如说以超频率音响形式出现了一种无法听到的震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它带有一定的副作用。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曾听到过让身体或精神感到不安或愤怒的声音，这是由于这些声音与我们身体内部的频率没有实现同步，成了有害健康的声音。通过耳朵接收的声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大脑，它能刺激人的神经系统，并影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其他身体系统，如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一听到悦耳的声音，神经系统就会兴奋，接着情绪就会发生变化。因此，通过耳朵这一渠道接收的声音，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情绪。但通过经络和穴位传输的声音则不同，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器官。它可以刺激血液循环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等身体的所有系统。因此，人体通过穴位和经络传输的声音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然而遗憾的是，人体内的穴位和经络经常处于堵塞或半堵塞状态，这不仅妨碍了声波在身体内的传输，而且也阻止了生命能量在身体内的流动。这就是我们身体一些部位疼痛的原因，也是所有疾病形成的原因。不过，在人体内外的声音里，有一类声音特别独特，也尤其重要，这就是我们人体发出的声音。这类声音是人体内外声音的纽带和桥梁，它既可以被耳朵听见，又可以让穴位和经络感受到它的震动，并随之产生出相应的震动波，在经络和穴位内传输。现在你可以试着发出一个声音啊，你发出这个声音的同时，耳朵也听见了这个声音。此时你再静下心来，仔细体会一下身体内部的反应，就会感觉到当你发出这个声音时，身体的某些部位会产生一定的震动。请注意，这只是我们随便发出的一个声音，如果经过训练，我们发声时身体相关部位的震动就会更大，对穴位和经络的刺激就会更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类声音来刺激人体的穴位，打通经络，从而让气血畅通，让生命的能量畅通。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声音治疗专家都十分重视主动发声的治疗作用，特别是人体自然音的治疗作用。所谓自然音，就是我们身体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比如欢笑、痛哭、呻吟、嚎啕、尖叫、叹息、哈欠、口哨、哼哼声等。这些声音与生俱来，我们出于本能不断地使用它们，以此来刺激身体的穴位，疏通经络，释放人体内部情绪的压力。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身体疲倦的时候我们会打哈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停地叹息。孩子最喜欢发出这种自然之音，甚至经常发出许多根本谈不上是音节的声音。这些声音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没有任何情感和思想的含义，但却是人类祖先们经常使用的一些语言片段，它们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而在《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也有相当详细的论述。肝在阴为厥，在声为呼；心在阴为止，在声为笑；脾在阴为宫，在声为歌；肺在阴为商，在声为哭；肾在阴为羽，在声为申。这很好地说明了五脏与五阴的对应关系。那么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疗力量呢？因为经过训练的主动发声可以打通人体内的七大轮穴，激发出身体内巨大的能量。上面提到的七大轮穴是印度瑜伽对经穴的认识，与中医的认识同中有异，但本质是一致的。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就是中医、道家、佛门与瑜伽以及全球音乐界对用声音打通经络这个命题的具体表现。首先要论述的是道家的六字气诀。仪脏就是一般中医所说的狭义三焦，道家的六字气诀着重那个气字，来指出气而非读出其字。如吹气并非是叫你读出吹字，而是叫你吹气，
例如将一条燃烧的蜡烛摆在你面前，你将其吹灭就是了。其余类推。道家云集7000卷32中说，土气六者为吹、呼、吸、喝、虚、细，皆出气也。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吸以去烦，喝以下气，虚以散滞，细以解急。华佗在《服气吐纳6气篇》中讲到，细字，细主肺，肺连五脏，受风及鼻塞，有急作细，吐纳治之。喝字，喝主心，心连舌，五脏，心热舌干，有急作喝，吐纳治之。呼字，呼主脾，脾连唇，论运脾唇焦，有急作呼，吐纳治之。虚字，虚主肝，肝连目，论运肝盛则目赤，有急作虚，吐纳治之。吹字，吹主肾，肾连耳，论运肾虚及耳聋，有急作吹，吐纳治之。息字，息主三焦，有急作息，吐纳治之。此外，在《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等许多古籍中，均有对前述六字功能及吐法的介绍。接着来看看佛家的六字真言。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咒。藏传佛教认为，常持诵六字大明咒可以消除病苦、刑罚、非时死之恐惧，寿命增加，财富充盈。所以在藏区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手摇转经筒，口诵六字真言的景象。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中最崇敬的一句咒语，密宗认为这是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也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六字真言。多用梵文或藏文字母书写、描画、雕刻在建筑物檐方、天花板、门框、山岩、石板以及大小宗教器具上。仅从字面上解释，Om Mani Padme Hum 不过是如意宝啊，莲花哟，一句感叹语句，是一句未念完的佛经，或是仅表现出赞美观世音、憧憬幸福的心情。如果懂得经络，你就清楚这是宇宙能量在起作用。所以佛门六字真言着重的是言，只要念出其字音即可。根据经验，一般按这样的顺序进行：一、音频激发心频，开脉结。练功的第3天，心脉部位的体表部分和深处发生了有节律的颤动，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如潭中投石，一波波扩展开来。这样持续了数天，原先胸口郁闷压抑的感觉消失了，这是音频激发了心频，并打开了脉结，同时呼吸也变得深长舒畅。2、调整阴阳气血，通经活络，安五脏。芝林以前身体一般夏天发凉，冬天散热，这是阴阳不调所致。练功多年虽有所改善，但这些症状尚未彻底根除。不过有人练本功20天左右，却能达到寒体发暖，一股股真气循经传导，关节穴位时有冷气往外出，关节炎症状消除，骨头的冷痛感也随之消失等奇效。3、开气机，安神去头疾。通中脉，随着咒音配合观想，头部的效应最为奇特。刚开始头部发麻发热，继而发凉，似乎有一道道清泉从9天之上落入头内，头部的每一个经络似乎是和是息，川流不息的真气在头部穿行，那感觉如饮美酒，如享甘露。其将六字真言简化为3个 Om Ma Hum， 这又叫3字总持，总括一切发音。接着说中华传统五音，我们在前面就引用了《内经》的论述：肝在阴为厥，在声为呼；心在阴为止，在声为笑；脾在阴为宫，在声为歌；肺在阴为商，在声为哭；肾在阴为羽，在声为申。其中宫调为长下音，以宫音为主音，属土，主化而通于脾，能促进全身气机稳定，调节脾胃之气的升降，具有养脾健胃、泻心火的作用。商调为秋音，以商音为主音，属金，主收而通于肺，能促进全身气机的内收，调节肺气的宣发和肃降，具有养阴保肺、补肾利肝、泻脾胃虚火之功效。厥调为春音，以厥阴为主音，属木，主升而通于肝，能促进体内气机的上升、宣发和展放，具有养阴保肝、消怒泻火的作用。止调为下音，以止阴为主音，属火，主长而通于心，能促进全身气机上炎，
具有镇阳养心、泻肝火的作用。语调为东音，以语音为主音，熟睡，主藏而通于肾，能促进全身气机的前降，具有补肾壮阳的作用。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歌唱是声音的一种自然趋向，是超越了说话的较高层次的活动。早期人类的语言就像现在小孩的语言一样，从本质上讲类似于唱歌，而且在音调的变化上还很有点像鸟鸣。我们如今仍能从非洲及远东地区的部分古老语言中听到这类声音，它们的发音模式远比那些说英语的人丰富。这不仅表现在音节的快速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音域的宽广上。毫无疑问，唱歌有益健康，这是因为唱歌时喉咙产生的共鸣声及其对身体的震动要比说话时强烈得多，而且歌曲在被唱出的过程中，人们会撇开那些不自然的发音模式。试想一下，过去那些边唱歌边劳动的人民，歌声使他们本来十分艰辛乏味的劳动变得轻松愉悦。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众人一起放声歌唱的情景，合唱队或唱诗班齐声合唱，这时所产生的共鸣音及其对穴位经脉的震动将成倍的增强。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歌唱，特别是合唱的巨大治疗作用。在音乐世界里， F 调和 C 调组合的完美五弦音被认为是最和谐的音乐。声音治疗师约翰·伯利尤在谈到音差效果时就提到过，中国的老子把这个音乐组合称为宇宙间的阴阳和谐之音。这个音乐组合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深邃的稳定与平静感。沉浸于这个 F 调与 C 调组合的完美五弦音中，就如同漂浮在气的光芒中，与心和谐。因为气这个元素与心轮穴相连。从中医的五音开始论述至全球的音乐，至此我们基本论述完音乐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了。相信大家也对各种音波对经络的影响有个基本的了解了吧？那么不妨从最简单的开始，用6字大明咒赶紧试试吧。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